美国最强间谍机神秘失踪30个小时。2026年6月，在韩国京畿道上空，美军战略间谍机 RC-135U 突然掐断定位讯号，在所有公众视野和公开飞行追踪网络中神秘蒸发，而且这一枚就是整整30个小时。这事儿一出，朝鲜紧张坏了，感觉美国这是要揍自己了，直接雷达全开，导弹竖起，整个前沿防空网络进入临战戒备状态。那么在这30个小时里， RC-135U 究竟在半岛上空干了什么？朝鲜近期到底有什么举动，值得美军如此兴师动众？这件事的离奇之处，首先就在于这个时间长度。各位可能对军机连续飞行30个小时没什么概念。RC-135U 的底子是一架服役了几十年的 C-135 机体，说难听点，这玩意儿就是个冷战时期留下来修修补补的老爷车。正常情况下，这种老飞机不带空中加油，撑死了也就飞个10小时，油箱就见底了。按照 RC-135U 的日常打卡记录，每年也就来半岛溜达个2-3次。平时的例行侦察航线基本就是贴着韩朝军事分界线，或者在黄海的中立空域蹭一蹭，每次待个几小时收工下班，回冲绳吃居酒屋。就算偶尔为了躲避追踪掐断信号，顶多也就玩个1-2个小时的失踪。这次完全不一样，6月26号早上7点53分，这架 RC-135U 从韩国南部海域飞入半岛空域。到了早上8点14分，飞机在韩国京畿道水源市附近突然降低高度，紧接着信号彻底消失。一直到30个小时之后，也就是6月27号下午2点48分，这架飞机才突然在巫山空域重新现身，开始爬升，最后在下午5点左右拍拍屁股飞回了冲绳加手纳基地。火力军猜测，美军可能在水源或巫山等前沿基地实施了前沿部署，利用无源探测技术在半岛周边空域实施了超长留空时间、高密度的信号收纳。这种非定位状态下的飞行，朝鲜军方无法通过常规手段预判美军的电磁刺探路径，从而迫使朝鲜整个前沿防空网络与导弹指挥链处于极高的临战戒备状态。在韩国军事史与美国对朝侦察的历史上，这种长达30小时的信号消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大动作。30个小时不落地，绝对不是靠滑翔能做到的。这就意味着美军动用了庞大的后勤支援，在半岛周边的某个隐蔽空域派出了多架 KC-135 或者 KC-46 空中加油机，在无线电静默的状态下给这架间谍机喂奶。这种空中加油在30个小时内至少进行了3次。为什么这一次美军要大张旗鼓地侦察朝鲜？RC-135U 战斗派遣不是什么普通侦察机，在整个美军空军序列里，这是最神秘也是最顶级的特种电子情报平台，全球仅2架，隶属于美国空军第55联队，常年驻扎在美国本土的内布拉斯加州奥夫特空军基地。只要世界哪个地方快打起来了，它就会第一时间飞过去，任务就是拆解敌方雷达，为之后的进攻行动做准备。美军这边有一大家子 RC-135 系列的侦察机，比如经常在新闻里露脸的 RC-135VW， 它主要是用来偷听别人打电话、截获电台信号，还有 RC-135S， 那是专门盯着弹道导弹升空时的光学特征和遥测数据的。但 RC-135U 不一样，它的核心使命就一个，解剖敌方的雷达系统，把对面的雷达参数拔得一干二净，然后把这些绝密数据喂给自家的反辐射导弹与 F-35， 让前线作战部队在开战的第一秒就能实施精确的电磁压制。从外表来看，这架飞机长得挺怪异的，甚至有点丑。为了把一架老掉牙的机体改造成顶级间谍，美军在它的机头两侧塞了2个巨大的整流罩，里面装的是测试相控阵雷达，看起来就像2夹塞满松果的花栗鼠，再加上一间的精密接收天线阵列，以及一架延伸出去的加长尾部吊舱，这架飞机浑身上下长满了天线，生怕漏掉空气中的任何一点信号。在实际运作中， RC-135U 被美军内部戏称为真空吸尘器，号称能吸纳从直流电到可见光的所有电磁辐射。在这个没有窗户、塞满服务器和冷却设备的绝密机舱里，配置相当豪华。除了2名飞行员与1名领航员负责开飞机，常年坐着至少10名被称为乌鸦的顶级电子战官，以及6名以上的各个领域的绝密专家。这些人就是美军在天上最精锐的黑客部队，他们要干的活就是在几百上千个混杂在一起的电磁波里，利用机载的自动电子辐射源定位系统，把敌方雷达的信号揪出来。他们要抓取的数据也很敏感，比如雷达发射信号的脉冲宽度、脉冲重复频率、天线扫描周期、副半辐射特征，甚至背后的制导机制和加密算法，这些东西可以理解为雷达的指纹。一旦被 RC-135U 记录下来，存进美国国家级的电子战数据库，真到了开战那天，美军就能释放出针对性的干扰波形，让敌方的防空雷达成为瞎子。关于 RC-135U， 江湖上一直有个流传甚广的传言，说这架飞机搜集到的情报可以直接传给白宫。
很多人以为这是吹牛，但火力军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不是传言，这是事实。在最近几年，美军给这个平台搞了机械6的标准升级，飞机在天上吸纳海量电子数据，瞬间就能通过防干扰的安全卫星链路，把数据打包扔给美国本土或者全球的分布式地基站。地面上的顶级电子战专家、语言学家，加上五角大楼的超级计算机，实时帮着天上的乌鸦一起解密。同时，它还能把过滤出来的关键威胁预警，通过 Link 16等全集成战术数据链，直接推送到战区边缘的战术节点。也就是说，在前线飞行的 F-2、F-35或者海面上的宙斯盾驱逐舰，哪怕他们自己的雷达都没开，也能共享这架间谍机看到的情报。如果这群乌鸦在天上晃悠时，突然截获了具有重大战略影响的突发高危情报，比如突然发现朝鲜的战略导弹阵地开始加注推进器了，或者核弹头挂载基地的通信频率出现了异常爆发，再或者平时装死的高级火控雷达突然进入了临战制导状态。一旦机载电脑和电子战官确认这是真家伙，并且跟天上的侦察卫星数据完成交叉比对，这些绝密情报会越过复杂的战术层级，什么前线连长、营长，甚至驻韩美军司令，通通不用层层汇报，数据直接走五角大楼的联合总参谋部情报部，拍在白宫战情室的桌子上。这种在危急时刻零时差直通国家元首，为最高统帅提供按核按钮决策依据的能力，就是 RC-135U 作为战略资产无可替代的真正价值。聊到这儿，最核心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这架飞机这么牛，在朝鲜干了什么？火力军猜测 RC-135U 在半岛消失30小时，就是侦察朝鲜的弹道导弹。近期朝鲜搞了个大动作，在前线大规模部署了一批带跳频能力的改良型弹道导弹，外界猜测是火星 11D。 在2024年8月，朝鲜直接向其前线部队交付了整整250辆新型战术弹道导弹发射车，主角火星 11D 是朝鲜新一代的固体燃料近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也就意味着它不需要像以前的液体导弹那样，发射前还得慢吞吞地加入燃料，搞好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它平时就在山洞里藏着，接到命令开出来，竖起发射筒点火就走，反应时间被压缩到了几分钟之内。更致命的是，它还能搭载火山31战术核弹头，这是一种小型化标准化的战术核武器。咱们来算一笔账，250辆发射车齐聚前线，每辆车上装载4枚导弹，这就意味着朝鲜现在具备了首波次发射1000枚精确制导战术核导弹的饱和打击能力。这个数量的导弹如果在半小时内同时砸过来，别说把韩国首都圈首尔离地3遍，就算是把美军在韩国的所有空军基地指挥所翻过来都够了。面对这种极其暴力的阵仗，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的防空网直接就麻了。更让韩国无法接受的是，在2026年6月25号，也就是韩战爆发周年纪念日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金正恩亲自去前线视察并指导了针对韩国首都圈关键目标的重大协同武器试射。这一次，朝鲜表演了一波花活。正常的近程弹道导弹，比如俄罗斯的飞毛腿，打出去的是一个很规矩的抛物线，弹道最高点可能在100公里以上，只要它一升空，雷达很容易就能算出它的落点。结果朝鲜这次搞了个压低弹道测试，导弹打出去之后不往高了飞，而是在大气层边缘大概30到40公里的高度玩不规则的滑翔和机动，缩短了雷达的预警和反应窗口，导致韩国军方未能及时向外界公布试射详情。更让韩国担忧的是，美军在此期间刻意限制了与韩国实时共享关键卫星与空中特种侦察情报的权限。作为防御姿态的调整，韩国国防部随后宣布，计划大规模扩建其无人机系统，以期在战时利用廉价的多旋翼无人机群对朝鲜前沿的大量导弹发射车实施分布式定位与蜂群自杀式袭击。韩国的举动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火力军暂且不评价。不过，面对朝鲜的威胁，美军不能坐视不管，必须拿出实打实的克制手段。于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RC-135U 临危受命，直接杀到最前线，拉开架势，进行了长达30个小时的无源电磁扫描。那么，在这场看不见的较量中 ，RC-135U 到底拿到了什么？火力军猜测，美军最关注的大概是火控雷达的快速调频波形。朝鲜这种改良型的240毫米制导火箭炮以及火星 11D 在发射时，为了防止被美韩的电子战机压制，它的制导雷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疯狂切换发射频率，也就是调频技术。这种技术能让敌方的干扰机找不着调，无从下手。但 RC-135U 在天上可以凭借 AELS 系统，在几百公里外把这些雷达在抗干扰模式下的调频频点、跳变特征，乃至每个频段的功率分配，一层一层地拨了出来，最后建立了一套高保真的电磁指纹。朝鲜雷达再怎么跳，也逃不出它的数据模型。其次就是捕获导弹低空滑翔时的无线电信号。朝鲜导弹在做不规则超低空滑翔时，并不是完全的一块铁疙瘩。它身上的无线电高度表要测算离地高度，数据电天线要向地面的指挥所发射微弱的遥测信号。
这些信号虽然极小，但逃不过 RC-135U 的眼睛。精准拦截之后，机载电脑直接进行反推，逆向推导出了朝鲜导弹末端的姿态控制算法和突防路径。拿到这些绝密数据之后，美军不是保存在硬盘里就完事儿了，而是会迅速转化为战术克制手段，比如将这些朝鲜雷达的波形数据写进任务数据文件，直接输入给驻韩和驻日美军的 F-35A。以后只要朝鲜雷达一开机， F-35的机载预警系统马上就能识别出这是什么型号，在什么位置，威胁等级多高，让你不仅看不见我还把你标记成了活靶子。其次，重写 AGM-88E 和电子干扰吊舱的算法，你不是会跳频吗？美军直接把你的跳频规律写进导弹的导引头里，导弹发射后会自动追着你的跳频规律打，就算你中途关机，它也能靠着毫米波雷达找上门来，把你炸烂。同时，最新型的 EA-37B 电子干扰机也拿到了参数，随时准备对朝鲜进行极具针对性的精确电磁压制。最后，这些坐标会被录入美军的联合全域指挥感知网。真到了要动手那天，不管是空军的轰炸机、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是陆军的海马斯，都可以直接照着这个高置信度坐标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这就是现代战争中电磁战极其恐怖的降维打击能力。说实在的， RC-135U 干这种极限施压操作早就轻车熟路。在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十年里，虽然它只有2架，但只要是大国对抗的最前线，肯定有这只乌鸦的影子。比朝鲜这次更危险的事情都经历过。在欧洲方向，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一直是北约咽喉里的一根刺，那里密布着 S-400与荷长兼备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为了撕开俄罗斯的防空网， RC-135U 常年在波罗的海疯狂增线。2015年4月，一架俄军苏27直接对 RC-135U 玩起了极其危险的高速俯冲和横切，美军气得在国际上大骂俄罗斯飞行员，操作粗鲁且极其不专业，但俄罗斯人根本不搭理。到了2017年6月，因为叙利亚问题，美俄剑拔弩张，一架挂着实弹的苏27直接贴到了 RC-135U 的机翼旁边，2架飞机的距离最近的时候只有 1.5 米，飞行员伸手就能摸到对方的机翼。随后，这架苏27直接在美机正前方来了一个剧烈的加力超车， RC-135U 险些空中失控。美国驻欧洲司令部发了极其强硬的抗议声明，但抗议归抗议，为了情报，美军该去还是去。在2025年10月至11月，美军还使用 RC-135U 频繁从英国皇家空军米尔登霍尔基地起飞，直接横穿西欧上空，在加里宁格勒、黑海中立空域以及索契外海实施高强度巡逻，为北约空军提供俄罗斯防空雷达频率，直接为空中联合预警奠定技术基础。在中东方向，他也没闲着。当年俄罗斯在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高调部署了 S-400和 S-300， 号称能把美国的隐身战机打下来。为了保护前线 F-2的安全， RC-135U 不远万里跑到叙利亚外海，直接对 S-400进行电磁剥离，把俄制雷达搜索五代机的频率、波数、聚合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评估 S-400是否如俄罗斯宣传的那样具备高度可靠的反隐身追踪能力，并协助开发了旨在压制此类雷达的多机协同电磁干扰手段。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2月，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美军直接急调一架原本驻扎在冲绳加手纳的 RC-135U， 横跨半个地球飞到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随即在伊朗沿海及波斯湾中立空域展开飞行，主要侦察目标直指伊朗革命卫队最新装备的防空雷达网络与沿海反导发射阵地。可以说，世界上哪有火药味，哪里就有它的影子。顺带一提，这架 RC-135U 也是台海、南海以及西南空域的常客。总的来说，火力军可以下个定论，这次 RC-135U 在朝鲜半岛上空神秘消失30小时，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迷航，这是美军在面对朝鲜前沿武器技术进行了一次施压。接下来美军还有什么举动，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美军这架战略间谍机在这30个小时里还做了什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